这证明人和鬼也是可以生猴子的。我直接跑进 3S 级诡异副本里，一把抱住副本终极 BOSS， 温柔地对他说：老婆你瘦了，为了我们未来的孩子能享受到来自爷爷奶奶的疼爱，我又跑到人人避之不及的诡异夫妇家里，对着他们喊爸妈。此时房间内的屠夫一阵愣神后，提着巨肉刀朝我走来。你喊我们什么？我对扑面而来的血腥味视若无睹，只是认真盯着屠夫道：他们说我的家人在这个副本里，你们不是我爸妈吗？屠夫突然露出一个狰狞的笑容：是，我就是你爹，乖儿子，进来吃饭了。这一刻我眼睛不自觉地变红，这么多年了，我终于找到自己的家人了。虽然爸爸身上有股难闻的血腥恶臭，但我绝不会因此嫌弃他。这时一旁正在缝补皮肉的护士也停下手中的动作，对我似笑非笑地说道：乖儿子，你看你衣服都破了，一会儿吃完饭妈妈给你补补。我低头看了眼一直没换过的病号服，这些年从没人在意我穿的好坏，这还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家人的关心，强忍着不让眼角感动的泪水流下。我咬着嘴唇重重地点了点头。这时屠夫已经端着一盆恶心的肉糊放在桌上，乖儿子，快过来吃饭了。这一幕让看直播的观众感到窒息，这俩诡异绝对是把这个精神病当成好玩的玩具了。就是你看那护士诡异满身都是针线缝补的痕迹，这等会儿哪是缝衣服，肯定是缝人皮啊！但我此时却只觉得感动。虽然家里很脏很乱，还充斥着刺鼻的血腥味，可我却丝毫不在意。我小跑几步来到桌面，放下手中的手提箱。爸妈，我这次回来还给你们带了礼物，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两个诡异突然警惕地看向我，一副随时准备出手的样子。我自顾自地打开箱子，拿出一瓶进副本之前偷来的藏酒递到屠夫面前。屠夫的眼睛里闪过一抹迷茫，自我进门开始，他就没从我身上感到一丝的恐惧，甚至现在还一脸期待的希望得到自己的夸奖。沉默半晌后，屠夫拧开瓶盖，一股浓郁的酒香顿时飘散开来，与屋内的刺鼻味道混杂在一起，难闻又怪异。屠夫面色有些复杂的道：好久。我又从手提箱里取出一个镶嵌着蓝色宝石的项链。妈妈，这是我给你带的礼物。说着我便小跑来到护士身后，认真地帮她把项链戴好。美丽无瑕的蓝宝石项链和护士满是血污的身体格格不入，但我却真心地夸赞道：真漂亮。两个诡异对视一眼，眼中都是一片迷茫。护士恶灵扭着身子走向餐桌，先吃饭吧。屠夫看了眼手中的酒，略微思索后将其直接倒入桌上那盆肉糊中，粘稠的肉糊被稀释成恶心的肉汤，气味也变得更加难闻。然而我却眼睛一红，鼻子发酸，我自然是能闻到那肉糊的腥臭味的。爸爸肯定是怕我吃不惯，才把酒倒进去去腥味的。而直播间的观众见我一副快哭了的表情，都是叹了口气。我还以为精神病真的不会害怕呢，这下的眼泪都出来了。被诡异当成玩具戏耍，真的还不如早点死了干脆。另一边，我直接一屁股坐在餐桌旁，屠夫舀了一碗浑浊的肉汤递给我，我礼貌地接过碗，开心地道：谢谢爸爸。再次听见这个称呼，屠夫的动作明显顿了一下。你喜欢就好。这话如一阵暖流淌进我的心底，自己家人做的饭，我怎么可能不喜欢呢？更何况在精神病院的这些年，比这根恶心的东西我也没少吃。而在我端起碗的这一刻，两个诡异以及直播间无数观众的目光全都聚焦在我身上，他们都在等着看我呕吐的一幕。然而我一碗肉汤下肚后，爽快地打了个嗝，接着又高举空碗，一脸满足的道：爸，再来一碗。此刻的屠夫真的有些傻眼了。一开始他确实抱着过家的心思，他们这些诡异是靠吸收人类的负面情绪来成长的，所以只要附近存在哪怕一丝的恐惧情感，他们都能感受得到。但他没有从这个人类身上感受到熟悉的负面情绪，他感受到的只有感动、幸福和欢喜，这还是他第一次感知到幸福的情感。他接过碗，随口问道：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但突然他盛汤的手微微一顿，因为在他问出刚才那句话后，他又闻到了熟悉的痛苦和绝望的气息。这些年过得还好啊，虽然稍微有点苦，不过我现在回家了，一切都会变好了。又一碗肉汤下肚后，我满足地打了个饱嗝。吃饱没？没吃饱再给你加点。我使劲地点点头道：吃饱了。那让你妈妈去给你收拾一间房间。护士点点头，起身上了2楼。我的情绪变化他自然也是能感知到的，而且屠夫做的饭那么难吃，那孩子竟还能一脸幸福的连吃2碗。想到这里他猛地一怔，他立马反应过来他们的食物并不适合人类，等会得提醒下屠夫，必须弄点人类吃的正常食物了。突然他收拾房间的动作猛地顿住，什么鬼啊，自己和屠夫这是养了个人类当儿子。接着他又无所谓的一笑后继续收拾房间，再将一地的干尸丢到另一个房间后，他才发现屋子里空荡荡的，除了一张床外就什么都没了。他有些尴尬的挠挠脑袋，接着打开窗户直接跳了出去。虽然他感觉儿子不会介意，甚至是会感到幸福，但他还是想给他准备一套干净的被褥。此时直播间的观众已经炸了，因为他们看见我在干了2碗肉汤后，竟和屠夫坐在沙发上开心的聊起天来。哎呦，早说诡异吃这一套，别说吃那些肉糊，就是吃屎我都愿意啊。又有人在骗吃骗喝，不过这小子还真能吹牛，竟然说自己在外面有花不完的钱，还说有很多美女追求他。红珠精神病院那地方我是知道的，那就是个专门供给人体器官的地方。屠夫自然知道我在说假话，他拍拍我的脑袋道：没事，现在回来了，以后有爸爸在，没人再敢欺负你了。看着自己手上的血污沾在我发丝上，他忙快速的收回手，自己好像该洗个手了。闻言我的眼眶再次忍不住的通红。爸爸，等会我可以去外面逛一逛吗？我回来后还没有在家附近看过。屠夫点点头，
后，起身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指骨做成的手链递给我，你出去玩的时候把这个带在身上，晚上记得回家吃饭。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在听见我说要出去逛一逛后，他第一反应并不是认为我要逃跑，而是真的想要熟悉一下家附近的环境。我将手链戴在手上后，便在屠夫的目送下离开家。眼见我都走出老远了，屠夫也没追上来，直播间的观众都傻眼了，真的假的？就这么走了？屠夫竟然真的不追，肯定是隐藏在暗处吧？屠夫就喜欢这种追杀游戏，那个手链可是副本的特殊物品，我们拼命都拿不到一个的功能道具，他就和屠夫玩个过家家就给他了。你们懂什么？屠夫给道具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告诉其他恶灵这是我的猎物，而且那手链上肯定有屠夫的气息，无论他走到哪里，屠夫都能找到他。离开家后，我朝独栋小楼外走去，这里并没有小区的概念，远远看去能看见各种不同风格的区域，这些风格代表着不同恶灵的领地。没多久，我来到一片血红的区域，路边商铺的橱窗里展示着很多模特，满地的血渍粘稠又恶心。我皱了皱眉，还是自己家好。来到一个橱窗近前，就见这些模特原来是用人类干尸制作成的。我看向离我最近的一个模特，他干枯的眼睛也转着看向我，救救我！竟然还是活的，不过除了眼睛和嘴巴外，其他地方却一动也不能动。我盯着眼前的干尸，只觉得有点眼熟，思索片刻后才认出来他是医院里为我们体检的医生。我看向他的手腕，我记得他有一只腕表，之前有个病人在体检的时候不小心触碰到他的腕表，结果被他狠狠一顿暴揍。走进店铺，就在直播间的观众都以为我要将干尸救下来的时候，我却直截了当地取下他的手表戴在自己手腕上。一旁的干尸眼睛瞪得老大，直播间的观众也都沉默了，他们十分不理解我的行为。副本内医生的几个同伴也十分不解。一个一身西装的男子开口道：“这人是谁？你们认识吗？”一旁的护士叹了口气道：“是我们院里的一个精神病。”他看着我胆大的动作不由有些羡慕，接着他似是想到了什么的惊喜道：“这群精神病估计都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我们可以骗他给我们开门或者探路一类的。”另外两人闻言顿时眼睛一亮。我走得并不快，没多久就被他们追上。西装男不由分说的拉着我躲进旁边的一个房间。朋友，你不能这么大摇大摆的在街上走，这里很危险的。接着他又指着另外两人介绍道：“我叫赵琪，这是小雅护士，这是王斌兄弟。”我看着他们礼貌的应道：“你们好，我叫江彻。”这个护士我只觉得有些眼熟，但印象却并不深。但小雅护士却是知道我的情况的，只要你和她说跟家人有关的东西，她就会十分听话。小雅护士立马就想到怎么控制我了。我知道你家人在哪，等会我带你去找他们好不好？我礼貌的拒绝道：“不用了，我已经找到我爸妈了，但还是谢谢你了。”小雅护士傻眼了：“不是，你哪来的爸妈？怎么你就找到自己的爸妈了？”但眼见我要走，小雅也急了，她知道现在不是思考这件事的时候，忙又开口道：“你找到你爸妈了？那你找到你老婆和孩子了吗？”我离开的脚步一顿，老婆孩子，对啊，我的老婆和孩子在哪里？我的脑袋突然像在分裂似的一阵剧透，我抱着脑袋蹲在地上，止不住的哀嚎。在找到父母之前，我脑中一直都有两个对应着父母位置的虚影，在屠夫两人承认了是我父母之后，脑中的那没有形态的虚影变成了屠夫他们俩的模样。但现在，在屠夫两人的虚影旁边，一大一小两个黑色虚影正在快速生成。看着我抱头痛苦的模样，赵琪皱眉开口：“能不能让他把嘴闭上？他一直这么嚎，引来恶灵了怎么办？如果不是觉得这精神病还有点用，他真想一刀下去让他把嘴永久的闭上。”小雅也是着急的轻拍我的后背：“江彻，你别急，我们带你去找你老婆孩子好不好？”我忍着脑袋的疼痛慢慢的抬起头：“他们在哪里？”小雅犹豫一下，但很快就想到了什么。副本里有一个看起来和外面一模一样的正常区域，你老婆就在那里，只要你听我们的话，我们就带你去找她。赵琪、王斌对视一眼，都是眼前一亮。9号副本很出名，因为这里完全找不到逃生出口。在这个副本里面，恶灵们各自释放领域的区域一共有95个，这些区域有大有小，但恶灵们一般都是各自为营，互不干预。这其中有一个十分特殊的区域，那里看起来和外面的世界一样，没有满地的血腥，也没有奇怪的蛛网和触手，可以说那里正常的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所以有很多人怀疑出口就在那里，但每次有人进入那里，都会莫名其妙的死亡。现在小雅竟是让这个精神病去那里找他的老婆，那在抵达目的地前，这个精神病还不是任由他们操控。直播间的观众看见这一幕不由叹了一口气，这诡异副本就和修罗场一样，在这里谁都不能相信，他们想用这个精神病来探路，却不知道有这精神病在身边，就等于是多了2个恶灵来追杀他们。期待他们3人看见屠夫夫妇的样子，到时候屠夫会说：“我的猎物怎么从1个变成了4个？你是会有4分裂吧？”见我平静下来，担惊受怕的3人都是松了一口气。走吧，我们带你去找你老婆。赵琪说完就忍不住想笑，他还是第一次这样一本正经的哄精神病。我看着几人所行的方向，并不是自己来时的方向。那个地方远吗？赵琪揽上我的肩膀，不远，只需要3天就能到了。他丝毫不提副本3天就会结束的事情。倒是若是找不到出口，所有人都将会被抹杀。事实上，很多人都活不到3天，基本第2天的时候就已经被恶灵猎杀的所剩无几了。我突然停下脚步，摇头道：“不行，我现在不能跟你们走。”为什么不行？你不想去找你老婆了吗？赵琪看了一眼小雅，似在抱怨这个控制理由不是100%有作用。我继续摇着头道：“太远了，我得跟爸爸妈妈说一声，要不你们跟我一起去吧，跟我爸妈打一声招呼后我们再走。我相信爸妈会同意我去找老婆的，毕竟那是他们的儿媳。”赵琪皱起眉头，他拉着小雅走到了一旁。他说的爸妈不会是其他求生者吧？小雅的脸色同样的难看，应该是有其他求生者自称他爸妈控制他了。
不过现在找老婆成了他新的执念，不如我们就跟他去见一面，见一下也好，说不定可以一起行动呢。王斌并不在意队伍里家人，他对自己的身体素质很自信，一旦遇到危险，落在最后的肯定不会是他，反而队伍的人数越多，对他越有利。三人讨论好后回到我身边，走吧，我们陪你一起去见你爸妈。我心中一喜，这可真是皆大欢喜。我欢快地迈动脚步走在前面，我都有点迫不及待地想要给爸妈看看自己交到的新朋友，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我感觉与父母相认之后，遇到的人都对自己友善了很多。以前的人总是动不动对我就是一阵打骂，但现在这些人竟愿意跟我勾肩搭背的交流。这时赵琪小声地和身边人说道，其实跟着他走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我其实都没有背完9号副本的地图，我也是，我压根就没想过自己会进入9号副本。王斌听到他们的话不由嗤笑出声，副本这么多，我从来没有背过地图，我看的都是寻找出口的方法，可怎么能在恶灵手里活下来？我听不太懂他们在说什么，而且他们说话的时候也有刻意的避着我。就在三人闲聊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厚重又粘稠的脚步声，这让三人后背的汗毛瞬间就立了起来。紧接着连话都不说一句，三人直接就迈开脚步跑起来，之前所有的算计在这一刻都消失殆尽。此时他们的脑海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逃命。小雅尽力跟上两人的速度，江彻怎么办？都这个时候了，哪还顾得上管他死活？妈的运气真背，早知道先问问他另外一批人在哪了。我疑惑地看向几人，心里十分不解，怎么好好的突然就都跑了呢？这时恶灵已经来到了我身边，但他只是淡淡的瞥了我一眼，就从我旁边擦身而过。他其实早就发现了我的存在，同时他也感应到了我身上手链的气息，因此他专门跑去询问屠夫。屠夫表示只要他不动那个戴着手链的，其余人都无所谓。但突然那恶灵折返回来，疑惑地朝我的位置嗅了嗅，我也疑惑地看着他，重点是他的下半身，就见8条张开的猪腿几乎占据了大半街区。蜘蛛恶灵一开始也只是好奇屠夫的猎物长什么样子，之前几人在一起的时候，各种恐惧的味道混杂在一起，他也分不清是谁的。但等另外3个猎物跑远后，他才猛地发现屠夫的这个猎物竟是没有丝毫恐惧的情绪，这猎物的等级也太高了吧，怪不得屠夫要将此人标记放养。这种人一旦产生恐惧，那肯定是大补啊。但他也知道自己不是屠夫的对手，如此就只能便宜屠夫了。他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后，就继续朝3人追去。这一幕让看直播的人羡慕极了，竟然真的不抓呀，这也太爽了吧。那3个人这会儿该傻眼了吧，本想把精神病扔在后面垫后，谁知道恶灵根本不杀这人，真的笑死我了。我要去他们3个的直播间看看。此时我也小跑起来，我还指望着他们带我去找老婆呢，可不能将人跟丢了，所以此时副本里的画风就显得十分诡异。3个人类跑在前面，恶灵不疾不徐地跟在3人身后，而我则是小跑着跟在恶灵后面。恶灵时不时地发动蛛丝，再任由他们奋力挣脱后继续逃跑，他很享受这种追猎的快感。赵琪有些恼怒地开口，不是，那个江彻这么快就死了吗？连拖住恶灵一会儿都做不到吗？他们不敢回头看后面究竟发生了什么，生怕这么一耽搁就被恶灵抓住。当又一条蛛丝粘住赵琪时，他彻底的忍不住了，从后腰处掏出手枪瞄向跑在最前面的王斌。跑在他后面的小雅自然看见了赵琪的动作，但他却紧闭着嘴没有说话。如果王斌不死，那死的就只能是跑得最慢的自己了。下一秒，随着砰砰2声枪响，王斌的2个小腿肚子便出现了2个血洞，整个人也直接失去重心扑倒在地上。赵琪，你个贱人，你不得好死！王斌吼得歇斯底里，声音里有着发泄不完的情绪。恶灵弯腰将其抓在手心直接离开，他没有再继续追击，刚才的这些情绪就已经够了。外人只知道他们恶灵喜欢猎杀人，却不知道他们想要的并不是人类的血肉，他们想要的仅仅只是人类的那些负面情绪。而这时绝望的王斌也终于看见了哼哧哼哧跑在后边的我，大大的问号在心底浮现，他不明白为什么我没有死。另一边听到身后那沉重的脚步声突然消失，赵琪2人蓦地松了一口气，一个闪身躲进旁边的房子里。小雅护士忌惮地看了赵琪一眼，却没有提他刚刚开枪的事情。赵琪拍了拍自己的胸口，待呼吸平缓些后才开口道，恶灵抓了2个人，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出现了。小雅叹了一口气，只是可惜了江彻。赵琪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有什么可惜的？这次进来了这么多精神病，再找一个来送死就是了。你要知道，你之所以能够活着，是因为你知道怎么控制那些精神病，这就是你唯一的价值。就在这时，我突然推开房门，边大口喘气边说道，不是，你们跑那么快做什么？我差点就跟丢了。由于之前我的视线被恶灵庞大的身体挡住了，我只听见2道响声后，就见王斌受伤倒在地上，然后那个一直跟着他们的怪人就将王斌带走了。想来应该是将人带走治疗的，可见这里的人大多都是好心肠的。其实从进入副本我就发现，这里很多人的模样和外面有些不一样，可凭长相就能定义一个人的好坏吗？而此时赵琪2人在听见我的声音后，猛地扭头看向门口，当看到真的是我的时候，2人像见鬼了一样，眼睛瞪得老大。赵琪忍不住的退后2步，江彻，你还活着？他上下打量着我，本以为我是费尽功夫才从恶灵手中逃脱，结果却见我全身上下连点灰尘都没有，这怎么可能？赵琪一只手已经下意识的伸到后腰。这时小雅护士倒是稳定住了心神，吞了口水道，江彻，刚才那个蜘蛛恶灵，你是怎么从他手下逃出来的？一听到蜘蛛这个词，我立马就知道
道他说的是谁了，可我却不明白他说的逃出来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逃啊？害得我都差点追不上了。赵琪按下自己太阳穴，他觉得自己越发听不懂这个精神病说的话了。什么追不上？你在追我们？对啊，你们跑得太快了。我跟那个大叔追了好久，就看见王斌受伤了，然后那个大叔把王斌带走治疗了。说着我叹了一口气，继续道：如果不是你们跑那么快，又怎么会受伤呢？大叔一定是怕你们受伤才追你们的。但还没来得及提醒王斌就受伤了。赵琪感觉自己的三观都受到了冲击。等一下，他没有抓你，我却不太明白他话里的意思。没有啊，为什么要抓我？你们下次能不能别跑这么快了？你们还答应了带我去找老婆呢。赵琪突然啪的一下拍向自己大腿。我明白了，我知道怎么在诡异副本里活下来了。赵琪一把抱住小雅护士，他声音激动近乎疯狂，不能跑，不能跑，跑了必死。原来恶灵只抓跑的人。小雅护士像是也反应过来了的样子，感觉这就是答案。她同样激动的眼泪夺眶而出。对，不能跑。赵琪深吸一口气，他忍不住想笑。一旦他成为首个攻破9号副本的人，那他不仅会成为英雄，还能获得丰厚的通关奖励。我疑惑地看向激动的两人，所以你们为什么要跑啊？赵琪重重地拍下我的肩膀，不跑了，以后都不跑了。赵琪感觉这精神病虽然脑子有问题，但绝对是他的福星。走吧，我们先去找你爸妈。而另一边直播间的观众此时都傻了。哎，不是，这几个人，他以为是这个，另一个以为是这个，实际又是那个。不行了，让我先缓缓。妈的，我真的要笑死了。下副本真的不能和精神病走一起，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赵琪他俩现在是上赶着要去见江彻的爸妈，好像是这样的。我猜屠夫肯定会说，我就知道这小子出去后绝对会回来，但没想到他还知道给爸妈加餐。而此时另一边的蜘蛛恶灵感应到远处三人又开始在血地上前进，而他们前进的方向正是屠夫一家的位置，但他并没有去追，因为他跟屠夫说好了互不干扰，即便猎物跑到了对方的地盘，而他脚下的王斌在他蛛丝的包裹下正逐渐变成干尸。此时王斌的眼睛里满是绝望，他没想到自己如此努力的锻炼身体，最后竟然死在了自己人手里。在生命弥留之际，他听见头顶传来一道沙哑尖锐的声音：你想要报仇吗？我可以放你回去，你去把他们带到我面前，然后你们一起死，怎么样？另一边，我带着两人朝着来时的路走去，脚下粘稠的血液越来越浅薄。当地面变成焦土之后，赵琪两人小小的松了一口气，没想到他竟然真的认路。是啊，这边应该安全了吧？这小子看起来一点都不害怕。赵琪摸了摸自己后腰的手枪，现在要和另一个团队会合，他感觉自己应该可以占据上风。你爸妈在哪呢？我指着最中间的那座独栋小楼说道。应该在家里吧。越往家的方向走，我就越是开心。赵琪两人跟在我身后不断打量周围，虽然不熟悉这片区域，但也能看得出来他们自进入这一片之后走的就是一条直线。他们之前在蜘蛛恶灵地盘的时候可不敢这样直线走，他们都是绕着外围一点点打转。可就是这样，那蜘蛛恶灵还是找上了他们。难不成？赵琪突然眼前一亮，看来其他副本那些偷摸藏起来不要被恶灵发现的办法根本就不适合用在9号副本，这里就适合直来直去的。例如遇到恶灵不能跑，进入每个区域不能在周围打转，而是应该走直线。所以咱们都走了这么远了，竟也没有恶灵出现。赵琪越是思考，就越是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而直播间的观众眼见赵琪一步一步的认真分析，弹幕已然沉默。我真服了这个大聪明，但凡你前面的是一个正常人，你这些关于9号副本规则的揣摩会完全成立。可那个人是精神病啊！此时我已经带着两人来到家门口，伸手敲了敲房门，爸妈，我回来了。一想到等会儿就能去找老婆，我心底就藏不住的激动。房间内没人回答，却能听到脚步拖行的声音传出来。赵琪站在我身后，举起手枪对准房门的位置，等会儿不管开门的是谁，他都要先给对方一点武力震慑。房门缓缓打开，门缝后一个人影缓缓出现。那一瞬，赵琪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升起，直冲头顶，他捏着手枪的手都在不住的颤抖。下一秒，我只听见一道枪声响起，紧接着就见屠夫脑袋一个后仰，眉心冒起黑烟。赵琪咬紧牙关，他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自己刚刚那一刻的心理活动。而他身前的我，看着屠夫眉心出现的黑洞，整个人都疯了。一瞬间，诸多情绪出现在脑中：后悔、懊恼、愤怒。我双目圆瞪，青筋暴起，猛地转过身掐住赵琪的脖子：我特玛杀了你！小雅无措的后退2步，眼前的一幕让他崩溃。他不明白为什么对着恶灵开枪会让这个精神病这么生气，他不断的后退。现在他只想趁这个狗咬狗的机会赶紧离开。在走之前，他看见赵琪仗着个猪肝色的脸，慢慢的举起手枪对准了我的太阳穴。观看直播的观众顿时沉默，没想到最后的胜者居然是那个小护士。不是，兄弟们，你们似乎忘了一件事，手枪这些热武器根本就对恶灵造成不了伤害。一句话直接将众人拉回了现实。是啊，热武器对恶灵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果然，就在赵琪要按动扳机的时候，一只手捏住了赵琪的枪口，那只手慢慢用力，圆管的枪口瞬间被捏得扁平。屠夫拍了拍我的脑袋，好了，我没事。他能够感受到我的情绪，真不愧是自己儿子。他抬手捏住赵琪的脑袋，又看了一眼想要逃跑的小雅，冰冷的眼神让小雅立马停住了脚步。带朋友进去吃饭，这个坏蛋爸爸来处理。我擦了擦自己湿润的眼角，真的没事吗？都怪我不好，我不该什么人都带回家的，因为他们说知道我老婆在哪里，我才带他们回来的。没事，你是个好孩子，是他们太坏了。屠夫说完便将我推进了屋子，接着他又看了一眼跌坐在地上的小雅，你也进去。小雅惊恐的后退，想要逃走，却被一个血衣护士一把抓住后背的衣裳。走吧，我儿子还等着你呢。待房间门被关上，屠夫抓着赵琪的脑袋就朝屋后花园的位置走去，5根手指紧紧地嵌进赵琪的头骨里，疼得赵琪目眦欲裂的痛苦嘶吼。随着屠夫手指微微用力，血浆瞬间四射开来，一具无头的尸体无力地倒在地上。做完
完这些后，他并没有马上回家，而是几个闪身间消失不见。副本3天后会关闭，届时没有离开的人类都将被抹杀。他要去做些准备。此时在独栋小楼内，我一脸愧疚的时不时看向门口的位置。爸爸还没回来吗？血衣护士递给我一杯水。不用担心，爸爸很快就回来了。而另一边的小雅坐在椅子上一动都不敢动，椅子上那血液干涸后粗糙的质感让她毛骨悚然。但这不是最让她感到惊恐的。如果说有比我叫诡异爸妈更诡异的事情，那就是这血衣护士竟给我递过去一杯干净的水，纯净透明的清水和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格格不入。血衣护士看了一眼小雅的方向，这是你朋友吗？他不是我朋友，但是他知道我老婆在哪里，说要带我去找老婆。血衣护士一愣，你有老婆了？随后他不禁皱起眉头，那你可得赶紧把她找回来，这里不安全，你吃了饭就赶紧去吧。对了，我给你做了件衣服。他说着就拿出一件沾着些许鲜血的医生外套让我穿上，接着又端出来一碗煮好的方便面放在我面前，这是他刚才出去从几个猎物身上获得的食物。至于小雅，她压根没准备管，而小雅看着我面前的食物，整个人都傻了，这是方便面？恶灵准备的食物竟是方便面，他感觉怎么越来越看不懂这个世界了。吃一份泡面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很快我碗里的面就快见底了。这时候我才看见小雅正死死地盯着我，你饿了吗？小雅还未来得及开口说话，她就感觉屋子里的温度下降不少，死亡的威胁瞬间迫在眉睫。小雅欲哭无泪，我本来也没想吃啊，这恶灵竟然还怕自己抢这神经病的食物。她忙开口道，不饿不饿，你吃你吃。说完她又羡慕地看向我身上穿着的医生外套，她认出了这是一件副本的特殊物品。在我将其穿上的那一刻，她感觉我的气息竟和这个副本融为了一体，这种感觉很奇怪，就像是我也变成了一个恶灵。没多久后，我放下筷子满足地打了个饱嗝，我吃好了。血衣护士起身收走了我面前的碗筷，那就赶紧去把人找回来吧。她看了看外面的天色，夜晚即将降临，她深知到了晚上才是真正猎杀游戏的时间。不过有那件医生外套和手链在，她也放心让我一个人离开。直到被血衣护士送出房门，小雅才敢大口呼吸，焦土独有的焦臭不断席卷着她的鼻腔，但她却觉得如闻仙气。我激动地跟在她后面，时不时还整理一下自己的衣裳。在离开家前，我还带上了自己的手提箱，里面有进副本之前准备的礼物。小雅在我整理箱子的时候就在旁边看着，她本以为里面会是什么宝贝，但在看见里面的东西后，眼里忍不住露出鄙夷。里面这些娃娃和首饰一看就很昂贵，很明显是这个精神病去富人区偷来的。不过医生外套却是个好东西，如果自己能得到就好了。想到这里，他嘴角忍不住上扬。如果赵琦和王斌还在，那好东西肯定轮不到他。不过现在他俩都死了，自己想骗一个精神病，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小雅突然抱紧自己胳膊，江彻，我有点冷。我不冷，我正好。此时我心情愉悦，音调都忍不住上扬。小雅气得直跺脚，这精神病是听不懂他的话吗？他加重语气再次说道，我说我有点冷，那能怎么办？又不是不能走了。我眉头不禁皱起，自己又不是没被冷过，这温度除了有些哆嗦之外，根本就不影响行动。小雅心里忍不住冒脏话，她算是明白了，这精神病根本就听不懂她的暗示，于是她索性跑我面前可怜巴巴的开口，你能不能把外套给我穿一会儿，等会不冷了我就还给你。我听了她的话后，伸手摸向外衣扣子，就在所有人以为我要解开扣子脱给小雅的时候，我却快速将其余的扣子都扣好。我也冷。小雅一时间有点分不清这精神病脑子是真的有问题还是假有问题，她捂着肚子蹲在地上，一脸痛苦的样子。我真的太冷了，女孩子真的不能受冻，我已经开始肚子疼了。你老婆也是女孩子，你肯定不想让她知道你漠视帮助你找老婆的人吧？而且你还有女儿，如果你女儿在外面需要帮助，你也不想别人也跟你一样冷血吧？她之前只是说我有孩子，并没有跟我说是女儿，但现在她意识到说是女儿更能让我听话。她的话让我的大脑如受重击，撕裂般的疼痛让我不禁捂着脑袋蹲在地上，脑海中模糊的柚子形象在这一刻头发开始变长，衣服也演变成裙子。小雅看着我捂着脑袋痛苦哀嚎的模样，立马便知道自己刚刚那番话对我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于是她继续输出加大刺激，出门在外谁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也不想自己女儿遇到困难的时候没人施出援手吧？闻言，我麻木地站起来开始解自己医生外套的扣子。小雅见状，眼里有藏不住的喜悦在闪动。脱下外套之后，我的动作并没有停下来，又开始脱自己穿在里面的蓝白条纹的病号服。外套透风不暖和，这个厚一点，你套在外面肯定暖和。说完我便将医生外套重新穿起来，看着递到自己面前的衣服，还有我那清澈真挚的目光，小雅彻底崩溃了。她又不想将自己的目标表现得太显眼，只得哭丧着脸小声开口，这样你不就冷了吗？我认真开口，我身体好，顶得住，而且你刚刚也教会我了，出门在外遇到别人有困难能帮就帮，不然我老婆孩子知道了会看不起我的。如果不是觉得脱光了不体面，而且咱们孤男寡女的，我怕我老婆误会，否则我连外套都会一起给你。小雅笑容僵硬地接过衣服穿上，我的衣服很大，她穿在身上正好遮住大腿。我满意的点了点头，如果你还冷的话，那咱们就只有先回家一趟找找有没有适合你的衣服。小雅本来还想再说点什么，但一听到我这话立马闭上了嘴巴。不冷了，不冷了，走吧，我带你去找老婆和女儿。又行进了2个多小时后，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一路走来，小雅能看见地面上满是新鲜滚烫的血液，夜晚的狩猎从没有停止，只是我们2人却平安无事。突然，小雅凑到我身边，指着迷雾深处颤抖着开口，你看那边，那里是不是有个人？好像是有哈，不过人家走人家的，我们走我们的，这条路又不是我们修的。我只是看了一眼就收回了目光，我现在有正事要做，而且我也没有去交朋友的打算。小雅急得都快要哭出来，
他很不甘心，为什么我这样的精神病能在副本里肆无忌惮，而他却要小心翼翼的生怕丧命？如果能将这个精神病弄死就好了，只要他死了，他的道具就都是自己的。他大脑飞速旋转一阵后有了主意，只见他重重的叹了一口气，那不是一个好人，你女儿就是被那个人绑架了，我怕你伤心才一直没有提。绑架2个字像是一记重锤打在我胸口，我猛地转身朝迷雾中望去，可之前那道人影早已消失不见，我心中着急，抬脚就朝那个方向跑去，而小雅则是找了个隐蔽的角落躲起来，她在等待我被恶灵杀死后，第一时间去扒下我身上的东西。没多久，我便在迷雾中发现一个人影，越是接近那个人影越是清晰，那是一个手中拿着一截肠子的小女孩。小女孩看见我的那一刻，咧开嘴角高兴地笑起来，见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落下来。原来小雅说的是真的，我的女儿真的被人绑架到这里了。女儿现在应该是从绑匪手下逃出来后，主动来找我了。我猛地冲过去，一把将她抱在怀里，宝贝，有没有受伤？这段时间一定吃了很多苦吧？我心疼地轻轻擦拭她脸上的血污。小女孩迷茫地看着我，捏着肠子的手都有些不知所措，这是什么情况？眼前这个恶灵为什么抱着自己叫宝贝？而且她身上的气息好奇怪，竟有点像人类。在她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抱着她大哭了一顿，都怪爸爸不好，是爸爸没有保护好你，以后爸爸再也不会让你陷入危险了。对了，爸爸还给你带了礼物，你看看喜不喜欢？我说着就打开了身边的手提箱。小女孩懵逼地站在原地，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手提箱并不大，一打开就看见一只被压扁的泰迪熊正慢慢膨胀恢复原样。我将其放到女孩怀里，如果你不喜欢这个的话，下次我再给你带其他的。我说这话的时候都不敢直视女孩的双眼，我心中还是有点愧疚的，因为这玩具熊都不是新的，而且我也忘了给她带些好看的衣裳。女孩低头看着塞到自己怀里的玩偶，手里的肠子掉到地上都没发现，毛茸茸的质感是她从未感受过的。掐掐小熊的脸，圆润的脸蛋陷进去又快速的膨胀起来。她又伸手摸了摸泰迪熊的头，手掌心里传来的触感让她欲罢不能。我小心翼翼地问道：喜欢吗？喜欢。女孩的声音有点兴奋。我也给爸爸带了礼物。说完，她就从地上捡起那条沾满了鲜血和泥土的肠子，将其戴在我的脖子上。平时她总喜欢拿着这根肠子追逐那些求生者，那些人只要看见她抡起这根肠子，都会忍不住放肆尖叫。就在这时，一道尖叫声划破夜空，这是小雅的声音。小雅本来见这边没了动静，以为我已经被恶灵杀死了，可等她壮着胆子过来，却看见一个小女孩手中拿着根肠子，正朝着我脖子上勒去。而她之所以尖叫，是因为我像是着魔了一样蹲在地上，脸上挂着微笑，任由小女孩将自己勒死。这种感觉太诡异了，血腥和杀戮她早已经习惯，但这种被鬼迷心窍主动让恶灵勒死自己的，她还从未见过。她二话不说，立马朝着身后的方向跑去。小女孩听见小雅的尖叫，突然变得兴奋起来，恐惧的气味在空气中迅速弥漫。这些负面情绪是他们这些恶灵成长的养料。我疑惑地看向身后，却什么都没看到。但是刚刚那个声音好像是小雅，一想到小雅，我立马回过神来，看向身边只穿着一件单薄裙子的女儿。我猛地想到了什么，快速脱下身上的那件白大褂将它裹起来，下次出来别穿这么少了，晚上天凉。小雅一直在寒冷，女儿现在应该也很冷吧。成年人穿的白大褂包在一个7、8岁女孩的身上明显不合身，但在我脱下白大褂的那一刻，我人类的气息猛地释放出来。小女孩又傻眼了，这竟然是个人类。她捏着肠子的手快速收紧。爸爸，我带给你的礼物你还喜欢吗？她边说边狞笑继续收紧。我只觉得呼吸变得有点困难，但想到这是女儿第一次给自己戴围巾，下手不知道轻重也正常，有点紧就有点紧吧。我温柔开口，爸爸很喜欢啊。感受着脖子上的力度还在加大，我立马意识到女儿这是生气了。我俯下身子将小女孩抱住，对不起啊，现在才找到你。小女孩感受着我那懊恼又后悔的情绪，手上的动作猛地一顿，她这才猛地发现我身上竟没有一点恐惧。她不怕吗？女孩微微松开自己的手，这让我涨红的面色稍微缓解。果然，女儿虽然怨我，但还是爱我的。以后爸爸再也不会离开你。空气中弥漫着女孩从未感受过的情绪，这让她不禁有些失神。好，以后团团也不离开爸爸。说完，她就撇过脑袋，心底冷哼一声，肯定是装的。只要这个人类敢透露任何一点恐惧情绪，他就杀了他，好好的虐杀他。正当他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远处又传来一道惊呼，还是刚刚那个女人。他当即冷下脸，但却并不是因为怪女人尖叫，而是因为这片区域是属于他的领地，所以这里的猎物自然也都是属于他的。但现在竟有其他恶灵赶来他的领地狩猎。就在这时，我开口说道：“这是你小雅阿姨的声音，可她为什么叫得这么惨？”小雅阿姨，团团微微一愣，疑惑地看向我，她的眼神让我有些慌张。现在的小孩子也太早熟了吧？她不会以为这是我给她找的新妈妈吧？我忙摆手解释道：“不是你想到那样，小雅阿姨是之前给爸爸治疗的护士，这一次也是她带我来找你的。我除了你妈妈，不会爱上其他人的。”团团又是一愣，捏着玩具熊的手指下意识地用力，她能感受到我此时的情绪，这种情绪就和手上玩具熊的触感一样，是她从未体会过的。接着她又想到刚才的尖叫，肯定是有其他恶灵过来了。她忙脱下身上的外套还给我，你还是把衣服穿上吧，我才不要穿白大褂，我只穿小裙子。我看向自己的手提箱有些愧疚，这一次太匆忙了，都没有为女儿准备小裙子。团团听着远处的尖叫声越来越凄厉，忙催促道：“快点穿上！”恶灵也分强弱，在没有见到那个恶灵之前，她无法确定自己有没有保护我的
能力。接着他又傲娇地撇过头，孱弱的人类，我才不是为了保护他，我这是为了自己的猎物做斗争。走了没多久，我就隐约看见小雅身边还有一个人影，而这人竟是小雅的同伴王斌。王斌之前受伤后被一个长得像蜘蛛的怪人带走，现在他既然回来了，想来是那个怪人把他的伤治好了。此时的小雅身体上附着了一层很薄的蛛丝，可不管他怎么挣扎都挣脱不开，而他对面的王斌眼睛里充满了狠辣。在赵琦向他扣动扳机的前一秒，他都想不到自己竟不是死在恶灵手里，而是死在同伴的背刺中。他声音冰冷地开口：赵琦呢？小雅没有回答他的询问，反而第一时间将目光投到了王斌的双腿上。之前赵琦2枪正中他的膝盖位置，按理说王斌是不可能再站起来了，可现在他双腿关节处包裹着无数的蛛丝，将破损的关节强行缠绕固定。察觉到小雅的目光，王斌嗤笑一声道：想不到我还能站起来吧？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赵琦在哪里？小雅这时也反应了过来，忙回答道：赵琦死了，我们逃走没多久，赵琦就被那个精神病的爸妈弄死了。看着王斌狐疑的眼神，小雅有些欲哭无泪。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她也想不到赵琦这种狠人会死得如此戏剧。我说的都是真的，我能带你去找赵琦的尸体，而且你现在得到了恶灵的能力，我肯定不敢骗你。对了，我还知道那个精神病身上有个手链，就是因为这个手链，所以之前那个蜘蛛恶灵才不攻击他的。小雅没有跟他说我身上那件白大褂的事情，因为那白大褂看起来就像是普通的衣服，可那根手链却一看就很特殊，根本就藏不起来。王斌本来是不信小雅的，但他突然回想起当时那个恶灵确实是越过了我，直接跑去抓他的。现在听见小雅说起手链，他猛地来了兴致，那个精神病现在在哪？我想得到他的手链，所以设计让他去找一个恶灵的麻烦。此话一出，王斌瞬间便明白小雅为什么独自躲在这里了，而且他也相信小雅这种人真能干出这种事。另一边，由于隔得太远，我并没有听见小雅和王斌讲了什么，但团团身为恶灵，小雅两人想要设法算计我的话被他听得明明白白。我牵着团团上前热情地招呼道：谢谢你啊小雅，多亏了你，我终于找到我女儿了。两人闻声朝我看来，王斌更是贪婪地看向我手腕的手链，如果他能得到的话，他觉得自己有可能借此逃过蜘蛛恶灵的控制。至于我手边的小孩，他只瞧了一眼就没再多关注。团团自跟着我后，就一点点地改变自己的外貌，现在的他看起来和人类小女孩一般无二。王斌准备将我就地处理了，然后带着手链开逃。至于小雅和那个小女孩，解决他们就是随手的事。爸爸，这个是你的朋友吗？团团自然能感觉得到王斌身上的杀气，他准备找个我看不见的地方将他处理了，不能让爸爸认为自己是坏孩子，不对，是不能让自己的猎物认为自己是一个残忍的杀手。对啊，团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雅阿姨，这是王斌叔叔。说着我又揽住团团的肩膀开口道：两位，这是我的女儿团团。小雅懵了，她说我有女儿完全是瞎编的呀，她只是想要我去找那个恶灵送死，现在连敌人的毛都没看见，结果多出一个喊我爸爸的小女孩。小雅感觉自己脑袋有些疼，而且你才20岁，怎么会有个7、8岁的女儿？这时王斌咧嘴狞笑，他才不管我到底是不是团团的爸爸。小朋友，来把眼睛闭上，叔叔给你一个礼物。王斌的杀意展露无遗，他已经开始幻想着等团团再睁开眼时，看见我倒在血泊中的样子。团团却上前几步道：能见到叔叔和阿姨，团团很开心呢。叔叔可以抱抱团团吗？他说着就朝王斌伸出双手。见状我很是欣慰，自己的女儿刚从绑匪手下逃出来，却还能保持着天真烂漫，没有心理阴影，真好。王斌冷笑一声：好，那就从你开始。既然这小女孩自己先送上来，他不介意试试在精神病面前杀了他女儿，会不会让这精神病变得更加疯癫？王斌将团团抱起来，他现在的力量比之前大了很多，他相信自己完全可以一把扭断这小女孩的脖子，但很快他就感觉到了不对劲。小女孩揽着他脖子的手竟十分有力，他甚至能听见自己的脊椎在咔咔作响。他用力地抓向团团的手臂，却发现这小女孩的手臂竟坚若磐石。团团凑近王斌耳边小声道：看来叔叔你是个坏人呢，可惜团团在爸爸面前是一个好孩子，叔叔要乖乖哦，等爸爸不在的时候，团团再来处理你。由于团团自跟了我以后就收敛了自己诡异的特征，所以王斌一开始只以为团团是一个普通小孩。此时王斌只觉得胸口越来越闷，直到他快要窒息的时候，团团才松开了勒住他脖子的手，回到我身边。王斌大口地喘着气，忍不住后退了2步想要逃离，但团团却伸出手凭空一抓，下一秒王斌身子猛地一个踉跄，差点跌倒在地。他感觉自己的心脏像是被人抓在了手中，随时都有捏爆的可能。我忙上前想要扶他一把，你没事吧？但刚才还以为可以随手击杀的我，此时在王斌眼中却变得神秘起来。他忙摆手避开我的搀扶，我没事。这时团团开口道：叔叔应该是有心脏病吧，我见过那些有心脏病的都是这么抽的。王斌想要逃离，但他每后退一步，团团便会使劲凭空一抓，只是片刻的功夫，他干枯黑瘦的脸就变得苍白无比。他看出来了，这小女孩竟是个恶灵，可她此时亲昵地贴在我身边的模样，真的像极了一对真正的父女。他想不明白为什么，难道现在恶灵都喜欢玩角色扮演吗？王斌眼睛滴溜溜一阵乱转后，他突然冲着团团招了招手：团团，你想不想换一个爸爸？虽然他不知道我是用什么手法骗到这个恶灵的，但他觉得既然我能骗，那他自己应该也能骗。我听见他这话，脸色瞬间就冷了下来。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女儿，你让她换个爸爸是什么意思？怎么？难道你是我的情敌？你也喜欢我老婆？与此同时，团团猛地朝我看来，他感受到了我从心底升起的怒气，见我一副为他动怒生气的模样，他得意的嘴角不禁微微上扬。我冷声开口道：王斌，我们之后还是分开走吧。我现在很生气，为什么我真心实意的对待他们，甚至刚才还想着让小雅护士去帮王斌检查一下心脏有没有问题，可他们为什么总是这么坏呢？此时一旁的小雅护士就算再笨，也看出来这个小女孩不简单了，她心底不由颤抖了一下。是恶灵吗？
了。下一瞬，他便感觉一道冷冽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扭头望去，就见团团正冲着他笑。只是这个笑容让小雅后背发凉，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只是让这个精神病去找恶灵送死，结果他却反手牵着恶灵回来了，甚至这个恶灵还百依百顺的叫他爸爸。这时团团稚嫩的声音悠悠传来：“是啊，叔叔，你还是和我们分开走吧。”团团的话让王斌心底一个机灵，结合团团刚刚说的话，恐怕只要王斌一离开，就是他丧命的时候。王斌连忙解释：“对不起，我没有其他意思，我就是看团团太可爱了，想要认她当干女儿。我的女儿自然可爱。”我听见有人夸团团，心底忍不住的高兴，刚才的怒气也消除了大半。小雅在旁边也附和道：“对啊，团团真的很可爱，我也想认她当干女儿呢。”团团看向两人的神情不怒不喜，他能感知到这两人说自己可爱的时候，心底却满是恐惧，不像自己的爸爸。自打与爸爸相见，就没从爸爸身上感知到一丝的恐惧，甚至此时听到有人夸自己可爱，爸爸心底也是十足的喜悦和骄傲。心情愉悦的团团也不介意让两人多活一会儿。好啊，那我们就一起走吧，我们一起去找妈妈。团团说这话的时候，心底第一次浮现出忐忑的情绪，他害怕我口中的妈妈在知道自己是恶灵后会心生恐惧，可是他喜欢我，也愿意爱屋及乌，他会努力的做一个乖宝宝的。而小雅两人在听见团团答应后，都是悄悄松了一口气。团团又看向小雅开口道：“爸爸说你知道我妈妈在哪，对吗？”小雅忙惊恐的点了点头。虽然他是骗这个精神病说自己知道他家人在哪，可此时此景他敢说自己不知道吗？他的眼底划过一道狠戾，看来只有执行自己的原计划了。另外找个恶灵，让这个精神病和这个恶灵一起去送死。团团感受着小雅情绪的变化，眼神也是越来越冷。虽然他不能直接读懂人类想法，但他能感知小雅此时的情绪变化，这就是他讨厌人类的原因。人类太复杂了，但好在自己爸爸不是这样。随着头顶圆月渐渐落下，王斌二人虽然一晚没睡，但因为精神高度紧绷，竟都没有一点困意。小雅更是仗着身边有团团，时不时的爬到高点去观察方向。副本里面的分布团团太熟悉了，他认出了这是副本出口的方向，所以小雅带着他们朝那边走，他也理解，毕竟所有人类都想逃离，妈妈应该也在朝出口方向去了。但团团不知道的是，人类其实并不知道出口所在的位置，毕竟从来没人能活着通关9号副本。而小雅之所以带着他们朝那个方向走，仅仅是因为她觉得那个地方最危险最要命。随着太阳逐渐升起，跟在后面的王斌却显得很不适应。由于使用蜘蛛恶灵赐予的能力需要消耗自身的血肉，可能因为血肉太过枯萎，阳光洒在身上，他总感觉身上很痛，像是身体正在被阳光腐蚀。但他只是刚刚动了要走的心思，就感觉到一双眼睛盯向自己，抬头就见被我抱在怀里的团团正死死看着他。这一晚上我都没有将团团放下，而且一直在絮絮叨叨的内疚自责，看得王斌十分无语。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团团身体也太轻了，抱起来跟没有重量一样，没我在身边的时候一定吃了不少苦吧。这都是我这个当爹的不称职。而听了我絮叨一晚上的王斌只感觉想笑，什么一点重量都没有，这是恶灵啊，他能有什么重量？他觉得我这些话就是逢场作戏，可偏偏那个恶灵还就吃我这一套。王斌想试试像我一样跟团团说些类似的话，但他还没开口就被团团打断。爸爸，叔叔好像有事情要做，他不想跟我们一起走了，要不让叔叔忙自己的事情去吧。闻言我回头朝王斌看去，果然见他一副难耐的样子，我有些尴尬的开口：行吧，天亮了你肯定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忙，不好意思啊，麻烦你跟我们走了一路，主要是我女儿怕黑，而且晚上也不安全，谢谢你跟着我们了。之前小雅说团团被绑架了，我后来找到了团团，却没有找到那个绑匪，想来是小雅跟王斌说了这事，王斌才一路随行保护了我们一晚上。我不禁对王斌好感大升，这小子除了一直都在打自己女儿主意外，人还怪好的嘞。不过嘛，我也能理解，自己女儿这么可爱，谁能不喜欢呢？而王斌听了我的话，脸色瞬间变得古怪，还你女儿怕黑，还晚上危险，你说这种话的时候良心不会痛吗？这一晚上他见过最危险的东西，就是我怀里的那个所谓怕黑的女儿。这精神病为了哄恶灵开心，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他寻思着自己在被蜘蛛恶灵抓住的时候，如果嘴要是有我这么甜，也许就不会落得如此下场了。如果我走了，你一定要将你女儿好好抱好，不要再让她走失了。虽然团团给过他威胁的话，但他还是准备溜了，而且只要我能将团团抱好，别让她乱跑。王斌觉得自己真的有机会跑路，我认真开口：你放心，我以后都不会让女儿离开我身边了。那就好，我相信你能做到。王斌说完便转身离开，他甚至都没有等我回话。小雅看着王斌跑路，心里却没有丝毫波动，他已经想明白了，目前跟着我才是最安全的，贸然离开只会死得更快，甚至只要跟在我身边，他还能好好的学习我是怎么和恶灵相处的，这可都是难得的经验。又行走了十几分钟后，团团突然凑到我耳边低语：爸爸，我有点困，我想要睡一会儿。小雅也听见了这个话，但她却不认为团团是真的要睡觉。根据人类对恶灵的研究证明，恶灵根本就不用睡觉，此时团团说要睡觉，肯定是有些其他的什么打算。我拍了拍团团的后背，那你快睡吧，我会一直抱着你的。团团小脑袋朝着我的肩头一趴，就闭上了双眼，一双手耷拉在我的肩膀上，没有起伏的呼吸，看起来就像是一具尸体。小雅偷偷撇过脸看向团团，终于确认这一次不像之前一样，自己
己一有小动作，团团那双黑漆漆的眸子就死死地盯着自己。这恶灵简直就像有读心术一样。趁着团团现在没有反应，他拐了个弯继续前进。他准备绕个路拖延一下去目的地的时间，好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思考怎么活下来。另一边，王斌一路狂奔后躲到一个废弃破楼里，又在周围布置了蛛丝后，他才瘫倒在地上大口呼气。但突然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叔叔，你在想什么呢？”王斌心中一惊，周围都被他布置了蛛丝进行警戒，只要有人靠近，他就能立马感知到。但这突如其来的声音直接吓得他一激灵，这声音他太熟悉了，他可是被这个声音的主人折磨了一晚上。可是这个小恶魔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不等他想明白，他就感觉自己的心脏被一只手紧紧抓住。在想什么呢，叔叔？在想怎么对付我爸爸吗？他朝着声音处看去，就见团团正飘在他前面不远处。紧接着他突然感觉自己没办法动作，低头一看才发现无数孩童模样的阴影正如古复巨般攀附上他的身体。他看不清这些孩童的面孔，只能感觉到无数双手在不断拖拽自己的身体。王斌惊恐地喊道：“你不能杀我，我是蜘蛛恶灵的奴隶，你不能杀我！”团团居高临下地看着倒地不起的王斌，这个世界最不值钱的就是奴隶了，更何况还是一个被榨干了价值的奴隶。对他们这些恶灵来说，人类的血肉并不值钱，只有人类的负面情绪才对他们有价值。而王斌这模样，完全是被榨干了恐惧后才放出来的。王斌又是一声哀嚎，只见他的一只手臂竟被那青黑色的幼童阴影直接掰扯了下来，断臂之处没有鲜血流出来，也看不见森白的骨头，有的只有无数的虫卵。团团笑了，果然没有恶灵会干不留后手的蠢事。随着四肢被一条条拔掉，王斌也看见了那皮肉之下密密麻麻的虫卵。这一刻他绝望了，他释然地躺在地上不再挣扎，任由恶灵撕扯自己的身体。与此同时，随着虫卵暴露在空气中，无数的小蜘蛛破壳而出，而后翻身去啃噬王斌所剩无几的血肉。而此时另一边的我，正撑着不久前找到的一把破旧的遮阳伞为团团遮住灼热的阳光，旁边的小雅正不断擦拭着额角的汗水。她不明白为什么本该是最凉快的清晨，太阳却这么毒辣。她偷偷看了一眼我怀里的团团，她真的很想吐槽，那团团额头上有哪怕一滴汗水吗？而且一个恶灵用得上打伞吗？就在小雅暗自腹诽的时候，她猛地又感受到了那个熟悉的冰冷目光，抬头就看见我怀里的团团正死死地盯着她。她观察了一眼四周后开口问道：“爸爸，我们现在这是去哪里？小雅阿姨带我们去找你妈妈呀。”她说快到了。团团目光一冷，别人不认识路，她还不认识吗？她看向小雅冷笑开口：“小雅阿姨，我们是不是走偏了？”走偏了吗？小雅大惊失色，她只是想绕个弯拖延一下时间，好让自己有更多时间去思考活下来的办法，但没想到竟被这个恶灵直接识破了。团团指着一个方向开口：“你想去的那个地方不是该朝这边走吗？”看着团团指的方向，小雅后背猛地发凉，那里正是她想去的目的地。因为那个位置太特殊了，不同于其他地方各种阴森恐怖的环境，那里安静祥和的像是惊悚世界中的世外桃源。曾经有人猜测出口就在那里，可进去的人都会莫名其妙的死掉。这时我惊喜地看向团团：“你知道方向吗？”“对啊，可能是母子之间的心灵感应吧，我感觉妈妈就在那个方向。”团团眯眼一笑，看起来天真可爱。小雅尬笑两声：“对，是我走错了。”想不到团团小年纪就能识路，你可真的太厉害了。我的女儿当然厉害了，可能这就是母子心连心吧。如果我和团团之间也有这种心灵感应就好了。我说这话的时候有点酸溜溜的。团团先是一愣，接着嘴角就忍不住的翘了起来。爸爸想要和团团心连心吗？团团边说边将手指点在我的眉心。想啊，那样我就再也不会把团团弄丢了。我刚说完，脑子里突然响起一道机械的声音：已获得技能读心，可绑定一个对象，绑定后可以感应到对方的位置和意识，请选择绑定对象。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还是二话不说直接选择了团团。下一秒，我大脑中竟多出另外一份感知，我发现自己竟能切换到团团的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就在这时，我脑海中响起团团的声音：“爸爸。”我疑惑地看着团团，因为团团嘴巴明明没动，但他的声音却传入了自己大脑。爸爸只需要想一想就可以和团团说话哦，以后我们就可以说悄悄话了。我停住脚步，紧闭着嘴：“可以听见我说话吗？”团团嘿嘿一笑：“听不见。”我也笑了，我竟真的不用说话就能和团团交流了。我欣喜地感受着这种从没有过的体验，是不是以后无论团团在哪，我都能找到团团了？对啊，即便爸爸明天离开了，也可以知道团团在哪，还可以随时和团团说话。团团说这话时眼底浮现出一丝忧伤，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类，却马上就得分开了，明天副本就会关闭，届时所有没能离开的人类都会被抹杀。不过他已经想好了，等猎场降临现实，他就出去找我。我疑惑的点点头，却并没有听懂团团话里的潜台词。我抱着团团加快速度朝目的地走去，每个拐角处，团团都会在意识中告诉我怎么走。小雅跟在后面越来越觉得不对劲，这精神病好像突然变得认识路了一样。而且最诡异的是，我和团团这一路上竟都没有再说过话。要知道在这之前，我可是一直抱着团团嘟囔个不停，而团团也是一直爸爸长爸爸短的。可现在在他的视角里，就只是我抱着团团机械地朝着某个目的地行去。小雅回想起不久前团团的手指戳了一下我的额头，不会就是那时候，这精神病的灵魂已经消融了吧？现在的他就如同一个提线木偶一样，受这个恶灵操控。小雅只感觉四肢发麻，一路失魂落魄地跟在后面，直到差点撞上我，她这才反应过来。望着眼前这座一片祥和的庄园，小雅心底又是一颤，这精神病果然不对劲，竟真的准确无误地找到了这个地方。她深吸一口气后对着我说道：“江彻，你老婆就在这里面。”但不等我回话，团团便抢先开口问道：“里面哪里？”
小雅一咬牙，硬着头皮说道：“最中心的位置，外围可能弄不死团团，但最中心一定可以。”团团皱着眉一阵思索后开口：“爸爸，你在这里等我好不好？我和小雅阿姨进去找妈妈，毕竟这里是那个人的领地，他只能保证自己不会遇到危险，所以他不想让我进去涉险。”我疑惑地看向团团，但团团只是摇了摇头。团团想第一个见到妈妈，这是对爸爸把团团弄丢的惩罚。闻言，我又是一阵愧疚，点头答应了团团的要求。团团瞥了一眼小雅：“走吧，我们进去找人。可是如果江彻不去，他老婆不会相信我，除非给我个信物，把江彻的手链给我，这样他老婆才会相信我。”团团瞬间笑了，因为他在小雅的情绪中感受到最多的一种情绪是贪婪。他一把抓住小雅的手：“我就是信物，现在进去找人，不要让我说第二遍。”庄园很大，两人走了很久都还没到最中心的位置，又是一个转角，前面突然出现3个人类。小雅不顾身边的团团，激动地打起招呼：“我终于见到你们了，现在就算是死，他也要找几个人给自己吸引火力。”团团皱眉看着对面这2男一女，这里面看起来不像有妈妈的样子。被小雅叫住的几人警惕地掏出手枪指向小雅：“别过来，你是谁？”小雅连忙表明身份：“我是精神病院的护士小雅呀。”听得她的话，那个女人点了点头：“之前我看过资料，确实有这个人。”小雅打量着几人，这3人看起来不像是普通求生者，竟是在进入副本前就将所有人的资料都摸了一遍，确认了小雅的身份后，3人又将枪口对准了后边的团团：“他是谁？”还没等小雅回话，那女人就盯着团团开口了：“这次进入副本的人中没有这么大的小孩。”说着她便直接就对着团团开了枪。团团感受着透体而过的子弹，咧嘴狞笑起来，他就知道这个小雅没安好心，封锁起来，看看能不能弄死他，应该就是这里的 boss 了。说话间，3人手里都多出了个奇怪的东西。小雅见状立马放宽了心，她看出来这3个人不一般，应该是有副本特殊道具的，但没想到他们竟有3件，她压抑已久的心终于稍稍放松了下来。正当她想要找个地方躲起来的时候，一发子弹直接击中她的肩膀，血花炸开，鲜艳滚烫的鲜血洒落一地。小雅一把捂住自己伤口，失神地望着开枪那人：“呵，确实是人类，找个地方躲着吧，等会你还有用。”接着他们又欣喜地看向团团，这个恶灵小小的，看起来并不强。一人舔了舔嘴唇，不出意外的话，他就是看门的恶灵了。说话间，他开始旋动手中8音盒后边的发条，与此同时，一道8音盒的虚影在团团脚下瞬间放大，随着清冷的音乐响起，团团就像是8音盒上的跳舞玩偶，无法动作，无法离开。妈妈呢？团团歪着脑袋看着小雅，眼里已经有了杀气。在发现这3人不认识小雅的时候，他就知道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妈妈，而在他的感知里，这里除了这3人外再没有其他人类了。再想到如果我知道这件事后不知会有多失望，他就感觉无比的愤怒。一想到这里，他立马切断了和我的视角联系。小雅此时因为失血过多，面色很是惨白，还妈妈，江彻他一个神经病有个毛线的老婆，而且你是他女儿吗？你就在这找妈妈？见团团被困住，小雅也不再客气，她心中这股气憋得实在太久了。团团眼底划过一抹果然如此的失望，此时他最庆幸的便是切断了我的视野，不然爸爸一定会很失望很生气吧。你们都该死！团团说完就朝3人冲了过去，但在刚触碰到8音盒边缘时，却被一道无形的屏障给挡住了去路。见他一副撞懵了的样子，那3个人都笑了起来：“放弃吧，我这8音盒困你10分钟还不成问题。”说话的男人声音有些得意，而另一边的我本来正开开心心的看着团团那边的画面，这种感觉很是新鲜。但直到他们遇到一行3人，然后其中那个女人直接朝着团团开了一枪，紧接着团团那边的画面突然消失，这一幕看得我肝胆欲裂。团团，你怎么样了？有没有受伤？我没事，爸爸你好好的待在那，我一会儿就去找你。对面这几个人虽然麻烦，手段也是他没见过的，但想要弄死他根本就不可能。他现在最担心的还是我的安全，虽然我有掩盖人类气息的医生外套，但这里毕竟是那个人的领地。团团别怕，我来救你，这一次我不会再把你弄丢了。我说完就朝着团团的方向拔腿狂奔。团团见状立马急了，可无论他怎么劝我回去，我都充耳不闻。团团看着眼前几人，怒火快要将身体点燃，你们真的该死！